你知道吗？你刚才说漏嘴了。什么？你说，我以为你只会发个征询函，没想到你会亲自过来。这话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去崔哥那儿，也都在你的计划之中，是不是？什么计划？我不知道你什么计划，但我知道，我正一步步走向你挖的坑，就和从前一样。我厌倦了，夏明，我真的厌倦了。祝你好运。我来来回回查了4、5遍了，天科现在确实是资不抵债了。怎么回事？前年年底审计的时候，天科的经营状况好于其他4家呀。报表做得很干净，我们查不出任何纰漏。高进，你怎么看？负债是有点高，但考虑到群星广场一直是垫资承建，还算是在合理范围内。近期的这几笔欠款，你确认过了？都确认过了，合约都没有问题。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资不抵债了，的确不合常理。昨天晚上啊，我就想，你说那姑娘无缘无故的、莫名其妙的，怎么可能跑到我那儿去啊？这确实怪我啊，崔哥，昨天走得太匆忙，没来得及跟你解释。集团正在对我们进行调研，他是负责调研的组长，看到了我们的借款合同就去实地确认一下，不是什么大事儿。不是什么大事儿，真的，就是走个流程。我怎么觉得你没跟我说实话呀？崔哥，我蒙谁也不敢蒙你呀，你是我的大金主啊。
高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进行全面审计调查，夏总在吗？在呢。这会儿有客人，要不您先到会议室坐会儿。行，麻烦你把3年来所有的财务资料给我拿过来，还有，接下来你们这段时间所有的财务往来都必须经过我们核准。好，您请您请。高总，苏总跟你们说过了吧？这里我来接手。我就说吧，你小子没跟我说实话。我怎么？哎，别再跟我胡扯了，当我不懂啊。出现这种级别的调研，不是你有了大事儿，就是你们公司出了大问题。能有什么大问题？崔哥，别想多了。还想蒙我呀？我干这行10几年了，这点儿直觉我能没有吗？赶紧还我钱，咱们还能客客气气的。你要再给我推三阻四的，别怪你崔哥我对你不客气。崔哥，你先冷静点，听我。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？高总来了，说是集团派他来做全面审计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它就是个绣花枕头，中看不中用的。是啊，你说这天字号的这5家，属天科最强，他怎么说亏损就亏损了呢？我怎么知道啊？那林总，现在咱们该怎么办？还要继续和他们合作吗？先看看。我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，搞不好夏明这小子在憋什么狠招呢。放着郊区那块地不动，贺瑶这层关系也不用。合并以后，总经理的位置他也兴趣缺，这正常吗？我也觉得呀，你说这3样给了谁，谁不得登天呀？有一阵子没见着你了啊，在天科做调研嘛，刚跟高总交接完才回来。听说天科亏损的厉害，怎么回事？我就随便一问啊，你要不方便说就算了，我知道你们都是有保密制度的。也没什么方不方便的，不都公开的秘密了吗？我跟你说，他们这就叫做盲目扩张。你知道那时候林总都要带着他们一起搞地产了。结果没想到夏明居然一口给回绝了，典型的眼高手低，搞砸了吧？
真的不知道他在搞什么。苏小知道吗？哎，我听说他们俩以前可好过，那你说苏小会不会帮他呀？说什么呢？小小不是那样的人。哎，对了，上次推荐的那事儿，我还得好好谢谢你啊。那多大点事儿啊？我谁说的？我跟你讲，你推荐的那几个人，我们特别满意。林总当时就说了，说真是好。我说那当然了，你也不看这是谁推荐的。他还说，要不是你调到改革小组去了，他都想把你弄到我们地产公司来的。我去那儿能干什么呀？做 HRD 啊，我们现在那个 HRD，他不满意的。我哪有那个本事啊？你可比那个麦瑞尔强多了。你看看他，天天你说除了会打扮还会什么？他就这，那个样劲儿不劲儿哦，那个烦人精，快烦死他了！你知道？学的挺像。那当然，我。小霞。哦，苏总，啊，我刚好吃完了，你们吃哈。啊，谢谢。朱会计跟高总在交接，我看没什么事儿，就先回来了。你什么时候和娜娜这么熟啊？一直关系挺好的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随便问问。你还在想夏明的事儿？有一点我不是很明白。你说天科是他舅舅多年的心血，就算他不想合并，也不至于将他给毁了，弄得鱼死网破。我倒是听说林小民好像拉着他做地产来着，他拒绝了。那可能真的是判断失误吧。我先走了。哦，好。暂时没发现问题。我这边的账也没有问题。继续。您请，您请。哎，黄总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？啊，挺好的。前2天还自己推着轮椅来公司了。是吗？看来他很关心公司哦。那是肯定啊。夏总怕他操心，不告诉他公司的事情，所以他总是打电话偷偷问我。你觉得黄总知道公司亏损了会怎么样？那我不清楚。好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应该会跳起来。公司怎么就亏损了呢？
经营方面的情况我不是特别清楚，要不我叫夏总过来跟您说说。你是商务合约部经理，你不清楚哪里亏损了？这个我知道。先是桃源村安居工程项目墙体倒塌后，我们赔了一笔钱，还没有填完窟窿，又接了君兴广场项目，一直垫资承建，利息支出成倍增加。然后黄总生病了，银行贷款贷不下来，分包商挤兑，我们资金链就出了问题。不过等君兴广场开始预售，就会好的。预售了就会好了？应该会吧。现在结算方式改成以房抵押工程款，房价应该还会涨。要是跌了呢？你觉得做财务工作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？这个最困难的就是摆正自己的位置。领导想要数据好看，想额外报销，想要建个小金库，你不同意吧，要惹领导生气，给你穿小鞋；你要同意吧，这就违反了财务准则，一旦出事儿，可就是共犯呢。怎么了？建筑公司的无形资产本来就很少，3年前天科的财务报表里多了这么一项，土地使用权，所以想来问问你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块地的折算价值很低，所以很巧妙地避开了审计的深度核查。但这块地的面积却很大。面积大又怎么了？这就是块荒地。前几年有个棚户改造项目，基本赔钱做的，所以业主就把这土地使用权抵给我们当尾款。后来空着也是空的，我就雇了附近的几个农民种了点有机蔬菜，劝人家搞个会员制。客户也都是公司员工跟熟人。你也看到了，收益就那样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补上项目的亏空。为了这点钱，你还挺费心的。不然怎么办？真手里也处理不掉。不过，他种的蔬菜确实挺好吃的。喂，夏总，工地出事了。出什么事儿？来了一帮流氓。哎，喂，你干嘛？住手！喂，我得去趟工地。不是，怎么回事？有流氓在天科的工地闹事儿。目前来看，天科和盛世担保公司的借款是真实发生的，也没有发现左手倒右手的痕迹。但是什么？这家盛世担保公司的法人叫做崔少辉，绰号崔哥。黄丽玲以前有提过，董事长有没有印象？没有啊，一点印象也没有啊。我查看了一下，黄丽玲以前经常找这家担保公司周转做过桥贷款，10几年的生意往来，这点交情应该是有的。我明白了。苏乔，你去跑一趟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都是些老流氓，苏小一个女的去不合适，还是我去一趟吧。不着急，让他先去探探底。不行，你再出面。前不久我去过这家担保公司，
和那个崔哥打过交道。要不然让赵鹏陪你去一趟嘛？不用，不用赵鹏，何从容，你跟苏晓一块儿去。你到那儿首先要搞清楚他们真实意图是什么，特别要搞清楚他们是不是一伙儿的。怎么了？你总是说我想多了，现在看见了吧？天科还归我管呢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第一时间通知我。苏晓现在是改革小组组长，正在天科尽调，第一时间知道也没错。那他为什么不通知我一声，直接报告董事长呢？也可能他疏忽了，回头我提醒他一下。老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想告诉你，不是我想多了。我说我要去工地，不让我去，行，没问题啊。我说让赵鹏陪着苏晓去，还是不行啊？改革小组的副组长一起去有什么不行的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为什么让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何助理和苏晓一起去啊？你说为什么？你别给我装糊涂了。别人不懂，你还不懂吗？集团里最了解董事长的就是你。明宇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银海是我们大家的，不只是你的，也不光是董事长的，银海是我们大家的。我也想你好，他好，大家好啊。可是现在呢？算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你又会觉得我想多了。我只要我的钱。按照合同约定，债务方发现对方存在履约的风险，要求提前偿还，这在法律上是支持的。你敢说天科没有亏损？天科的基本面没有变，只是存在一时的流动性困难而已。哎呀，要把亏损说成一时性的流动困难，实话告诉你，我都已经打听清楚了。就算你们天科现在手里有房，全卖了，也填不满你们亏损的大窟窿。是这样的啊，咱别再废话了，来个痛快的，别口水来口水去的。行，那你说说，你想怎么解决？3天，你们集团还我8000万，还有利息。行不行？给个痛快话。我们集团有领导班子，有董事会，有股东大会，所有事情都要走流程。这是8000万，不是8000块。这一套流程下来，怎么着都要1个月的时间，3天肯定是不行的。那就没得聊了。崔哥，恕我直言，天科呢，在群星广场垫资太多，所以才导致流动性出现了问题。你现在在工地影响施工，只会让事情往更坏的方向发展，也会影响债务履行。你这相当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！哎呀，我知道你特别能说，所以我也懒得跟你说了。自己看看吧，这是我昨天向法院提交的。
外面那些机械设备呢，就是你上次朝我借3000万的抵押物。我向法院提交了诉前财产保全申请，7天后，法院立案，同步生效。崔哥，过分了吧？现在看见了，能跟我好好聊了。诉前财产保全。应该是这意思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你告诉苏晓，不能给任何承诺。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先拖延一下，拖到高总查完。好。崔哥，我看你在夏明接手天科之后，借出去的钱反而更多了，说明你还是信任他的。黄胖子朝我借，我都没有借过这么多。知道他头上有个集团拘着，迈不开手脚。我就寻思呀，这年轻人这方面能灵活点儿。你说说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呀？等群星的房子都卖了，有钱大家一起赚，到头来呢？行了，别扯远了，赶紧商量怎么解决吧。生意赔了赚了那是常事，我们集团不会见死不救的。但要是崔哥把夏明逼到了绝路，集团觉得没有救的必要，申请了破产，那你能拿到的赔偿就更有限了。我倒是愿意相信，他有翻身的机会。崔哥，你不如就信任信到底，再给他一个机会。3天，3天之内，我必须得到答复。谢谢崔哥。天科真的亏损了，别再费心了。走吧，都这样了还这样。我不相信，不相信。天科的亏损爆发在黄丽玲中风之后，但根子是从夏明进公司开始的。黄丽玲这个人你了解，精打细算，做事一步一个脚印，有一块画一块。但夏明不是，胆子比较大，步子也大，找了不少人，拿了不少好项目。这些年，天科表面上在他手里是扩张了，但是人工支出、利息支出这些年一直都大幅度增加。前2年，因为项目顺利，这些问题都被掩盖住了。但今年碰上群星广场垫资，黄丽玲中风，压不住就爆雷了。总之简单一句话，他们步子迈太大，把自己绊倒了。扶起来还能继续走吗？基本面都还在，扶起来能走。问题是，集团现在也没钱，拿什么扶？官司一打，天科必死。董事长，早做决定，咱们要 IPO， 不良资产也得剥离。
不好意思啊，董事长，我不知道你在这儿。哦，没事儿。几点了？快下班了。你来做什么？我们在做天正的调研，前几天从这儿考了视频。是你啊？我跟小小是大学同学，我比他大一届，不过我们住一个宿舍。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就来集团上班了，一直到现在。没想过换工作吗？没有，我挺珍惜在集团上班的机会的。可能也跟我爸妈的教育有关系吧。我爸妈老跟我说，他们是厂里的职工，所以要以厂为家。我就在厂里生厂里长，读的也是厂里的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。现在他们给我打电话，还常跟我说：“哎，要听领导的话，多做事，少抱怨。”你爸爸妈妈是实在人，现在这种人很少见了。在改革小组工作的怎么样？哦，挺好的，谢谢董事长给我机会。董事长，我先下班了。嗯。董事长，董事长辛苦了。天科成了今天这个样子，是意料之外，但也是合乎情理的。优秀的人，成绩是惊人的，往往错误也是惊人的，有时候甚至是致命的。老徐说的对啊，这次就是夏明盲目扩张造成的。玛利亚，安排一个培训，让老徐给中高管理层讲讲风险，让大家也引以为戒。好。那怎么处理这天科呢？往小里说，天科的债权方很难缠，为了不影响到集团，最好是尽早剥离。往大里说，我们集团要上市，也必须尽早剥离不良资产。我同意。哎，听说13号线又延长了一段，那不挺方便吗？是啊。哎，那以后那里的房价肯定得涨啊。可不是吗？
我倒是听说林小明好像拉着他做地产来着，他拒绝了。年纪大又怎么了？这就是块荒地。真是块宝地。老先生以前是瓦工吧？做了一辈子泥水匠了。看您这手艺，以前应该是瓦工班组长。以前干这个时候啊，手底下有100多号人呢。你现在怎么住这儿啊？这块地应该是农业用地，这楼应该也是临时建筑。哎，姑娘，挺懂的，也是干这行的。哪家公司的？银海。银海，我以前也是银海的。你现在怎么住这儿啊？这不，看做了一辈子泥水匠，买不上房。老家房一直没人住，也塌了，小夏就把我们安排到这儿了。小夏？小夏也是银海的，你不认识？天科的。我认识。你看，我们这些人以前都是天科的，现在退休了，干不动活了。哎，也因各种原因，回不了老家。小夏就把我们安排到这儿了，种菜，干个杂活，每年都有固定收入，挺好。哎，姑娘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我是小夏的朋友，路过这里，顺便来看看。哦。小夏人好啊！您不会一直住这儿吧？这是个临时建筑。小夏说了，这地方以后要建房，到时候也给我们安排个地儿。姑娘，回去给小夏带个话，我们大家都挺好的，都能照顾好自己，让他别担心。董事长能同意剥离吗？昨天集团已经开过会了。跟我预料的一样，他们不想跟崔哥沾上关系，也不想影响 IPO， 所以已经通过剥离的决定了。哎呀，终于清除了所有的障碍，天科很快就是我们的了。小夏，你好。哎，小夏来了。他们的生活我会负责。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我相信没有人会真正理解你做的这一切。集团高层们只会认为你是故意隐瞒这块地，为的是将来天科剥离以后能够东山再起。他们这么想也没错。你给大家挖了这么大一个坑，而且大家都掉进去了，你有没有想过董事长知道以后他会怎么做？我既然都做了，就愿意承担后果。
夏明，真的没有别的办法能够让集团和天科都有个更好的结果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是在悬崖上走钢丝？集团什么样子，你比我更清楚。我不想陪他们玩了。而且现在天科所有人的未来都握在我手里，我已经回不了头了。不必担心，不用为难，去做你该做的。赵峰说：“你能帮集团减负啊？怎么减？5家合并1家，肯定要精简人员。现在这个劳动合同规定的特别死，裁员的成本特别高。我有办法能让他们自动走人。什么办法？王总，不是我不肯告诉你，而是这个办法他说不清楚，得靠自我。我懂。那你要是能帮集团减负，天道合并之后的总经理就是你的。谢谢王总。有没有找过其他人？集团里还有谁做事儿比汪总更豪爽呀？那行吧，那你就踏踏实实的干，只要干好了，我绝不会亏待你的。好的，王总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踏踏实实好好干。那我走了。先走了，辛苦了。他要真能给集团减负，功劳就记在你头上了，没苏小什么事儿了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不过真要支持他当总经理怎么没休息好啊？没有。我是在想剥离天科的事情，因为我以前没有做过类似业务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不用着急，还有我们呢。我觉得呀，要不干脆委托第三方拍卖得了。那对收购方有没有限制啊？什么限制啊？我没听明白。就比如说债权方收购，或者是管理层收购。如果黄丽玲愿意收购，在相等的条件下，可以优先考虑他。他为天科真的付出了很多。天科现在虽然负债率高，但是基本的面还在。假如他们找到资金解决当前的财务危机，扛个1、2年，还是能站起来的。我知道了。赵总，你以前是不是做过资产剥离？我做过。能不能跟我讲讲流程？今天恐怕不行，我还要去天河呢。改天吧，改天我跟你说，好吗？
又是天河的。我跟他谈过了，辞职理由跟其他人一样，说是何总整天骂骂咧咧，不尊重人。马瑞亚，咱们要不要干预一下？你不懂。我怎么不懂呀？这不就是故意逼人走吗？管好自己的嘴，不要乱说话。要是没有人支持，何总敢这么干吗？你找个空，跟汉乐提一嘴。哎，我知道了。喂，缇娜，怎么啦？最近在集团老看不到你，你在哪里啊？是不是在天河调研？我在天正呢，什么事儿啊？我以为你在天河，最近我收到很多天河的辞职信，所以想问问怎么回事。哦，那我真不清楚，我在天正呢。哦，知道了，那等你回集团，咱们一起吃饭。行，那我回去给你打电话啊。哎。哎，起来了。嗯。你把下个星期上午的时间留出来啊。你干嘛？咱俩预约上了，下个星期上午10点陪婚纱照去。起来了啊。吃饭。衣服新买的吧？好看吗？看着不便宜，多少钱啊？打折买的，不到1000块钱。小1000块钱，你可真舍得。那我不是涨工资了吗？涨2000花2000，那贷款拿什么还啊？大清早的，你能不说这些吗？我也不想说这些，我一不提醒你就老乱花钱。那咱俩买房钱借了多少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那光苏小那就30万呢。那小小也没急着让我还钱啊。没急着还，那是不是就等于不用还了？这以后用钱地儿多了去了。这买完房，不装修了？那咱俩马上要办事儿，那婚礼要不要花钱呀？真是的，还得存点钱买车。这以后你要万一有了孩子，你怀才10个月的不花钱了？你有了孩子，奶粉钱是不是钱？你不得给孩子存点上学钱啊？
上学去哪儿你想过吗？得多少钱呢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。崔先生，消消气儿，凡事好商量。3天了，就你们集团这效率，能商量出什么结果呀？哎，苏晓，你没告诉崔先生，集团已经决定剥离天科，作为债权方有优先购买权吗？我还没来得及说。什么优先购买权啊？我就是一小商人啊，没事我买一公司回来干什么呀？明白。不过眼下呢，集团确实没有钱，只能卖掉天科，还要请您多宽容几天。我们一旦确定买方后，就解决那8000万。行啊，看你说话这态度还不错啊，今儿给你个面子。谢谢崔先生。哎，您坐，您坐。谢谢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没告诉债权方天科剥离计划？我还没搞清楚剥离的流程。哎呀，你一向办事风风火火的，怎么这件事拖拖拉拉呢？徐总，集团对收购方有什么要求吗？你有意收购？那太好了，天科是你舅舅费了很多心血才做起来的。不是我，是群星集团。之前沈总说过，他们想要收一个建筑公司。不过那都是去年的事了，不知道他们现在什么想法。那你抓紧问问。行，我等你消息。你小子真行啊，敢拿我当刀使。现在我有资格跟你说话了吗？有，太有了。走吧，喝一口去。行，我去开车。哥，那小子拿你当刀使，还请他喝酒啊？这小子有胆量，有头脑。还有手腕，这样的人啊，我这辈子就见过2个，一个就是他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以前跟的老板。我有今天的成绩，就是因为当年我跟对了老板呀。记住了，以后遇到这样的人，千万别错过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准备跟他是吧？我想跟你混，行吗？我想跟你行吗？
你没跟海伦提？我提了，海伦不会不懂我意思的。要不就是海伦没和苏晓提，要不就是苏晓不想管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哎。喂，啊，苏晓，马瑞亚，是这样啊，我知道天字号在合并裁员，但是你们的动作能不能再慢一点？方式方法可不可以再温和一点？什么裁员？我不知道啊。海伦没跟你说吗？他不在天河吗？你知道我这儿每天都有人来辞职，这个节奏不太合适吧？海伦没在天河。啊，是吗？那可能我搞错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啊，我希望呢你们不要太着急。要知道，这样给我们 HR 部门的压力非常大。玛利亚，我知道了。啊，苏总。苏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听说天河最近有很多员工辞职，所以过来看看。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养你们这么久，有什么用？一点忙都帮不上。领工资的时候，倒是一个比一个积极。整天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没够。邵总知道吗？你们说我是天天白养你们呢啊？说话呀！你们平时不是很能吗？怎么现在一个一个都成了哑巴了？谁呀？是我，苏晓。苏总，哎呀，真是稀客呀！哎，好，这儿没事了，你们下去吧。哎，稍等，我刚才在隔壁，隐约听到何总您在批评他们。他们是犯了什么错吗？啊，一点小错误。我很好奇，是什么样的小错误让何总您发这么大的火？其实也没什么，我这个人啊，性子急，眼里容不得沙子。董事长他也知道，也批评过我，可就是改不了。原来是这样。我还担心是因为改革小组在这里调研，大家担心将来会被裁员，所以人心不稳，不能安心工作。大家放心，都安心工作，集团会妥善安排大家的。合并之后，会有全新的工作环境。都去忙吧。苏总，我这是在帮集团解决负担，你这什么意思啊你？何总，你大概忘了，你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，我并没有同意。可是，王总他同意。老何的做法是粗暴简单了点儿，但是出发点还是好的。我觉得这已经不是简单粗暴了，是卑劣。思晓，我知道你善良，但是企业啊不是慈善机构，企业最终是以盈利为目的。该狠心的时候就得狠心，该牺牲就得牺牲。天字号合并后，业务高度重合，我们养不了这么多人。等合并后裁员，
成本很惊人的，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呢，老何的做法又没有错。当然，方法上欠妥，我会提醒他的。这种方式，也许短期内是可以节约成本，但长期来看，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员工不傻，他们一开始可能是弄不明白，但最终一定会弄明白。集团就是不想给补偿费，所以逼他们主动辞职，这会严重损害集团形象，员工也会没有归属感，一盘散沙，怎么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？我理解你的想法，苏夏。你是从基层升上来的，看到普通的员工受到不公平的待遇，替他们发出声音，很有正义感，这很好。但是现在你是高层管理了，不能站在普通员工的视角上考虑问题，你应该站在更高的位置。当你站在更高的位置，你会明白，普通员工就像浪花，一浪过去了，还会有一浪过来。我真的不知道更高的位置在哪儿，但是我知道，对于一个普通员工来讲，1个月工资可以干很多很多事情，还房贷、孩子的补习费、老人的医疗费。可能对徐总经您来讲，多1个月工资少1个月工资不会影响生活，但对他们来讲，如果被裁员，N+1的补偿可以让他们松一口气，即使短期内没有找到工作，也不会有生活的困顿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天科玻璃的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？群星集团的沈总，你有过接触吗？还没有。这是大事儿啊！你不管，管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干什么？天河的事情你不要管了，让赵鹏去吧。红梅，小小，别走，陪我说会儿话。怎么了？哎，心里堵得慌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天河那个何总，他用骂人的方式逼员工主动辞职，美其名曰是替集团减负。他说是汪总同意的。我刚去找徐总经，希望他能说服汪总。可徐总经跟我说什么？他说何总的出发点是好的，只是方式方法简单粗暴了些。这是简单粗暴吗？这是卑劣。也许夏明真的是对的，这样的集团真的是不值得。小小，集团呢有他自己的一套运作方式，很多事情你根本管不了。咱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好吗？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
也没有，就前2天，Tina 给我打了个电话，然后就说了一嘴。你知道了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不是不告诉你，就是因为我知道了告诉你，你肯定要管，但你又管不了。我真的不想看你白白操心，你懂吗？不管我能不能管，你都得告诉我啊！要不是玛利亚告诉我，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。你作为我的好朋友，你担心我，你可以不告诉我，但是我现在是你的上司，你不能替你的上司做决定啊！对不起啊，我没有想的那么周全，下次不会了。对不起，红梅，我刚说话态度不好。这段时间发生太多事情，我每天脑子都是乱七八糟的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对不起啊。没有，我明白。董事长，这么晚你还没下班呀？哦，正准备下班呢，我看这灯还亮着，就过来看一下。你们还在工作？啊，我们在讨论一些问题。讨论什么？还没有什么成型的想法，等有了再跟您汇报。那明天再讨论。你们这种工作劲头我很欣赏，但不提倡，要劳逸结合啊。明白，我们只是一时忘记了时间，马上就回去。这么晚了，你们怎么回去？我住普陀，我打车。哦，小胡你呢？我人民广场方向。哦，那跟我顺路，你跟我走。顺路，你送苏晓回去。是。走吧。我现在不想回去，你走吧。董事长说了，要劳逸结合。你要真不想回去也行，刚好我游戏过了600关，一起庆祝一下。好好玩你的游戏吧，我自己回去。唉。刚才跟苏晓在争吵什么？董事长，您听到了？我猜到，气氛不对，你们2个脸色也不对。为什么争吵啊？小小他是个有大想法的人，他格局比较大，我呢格局可能就小一点。我只是希望我好朋友别受太多委屈，受太多磨难。这事怪我，没有跟上他的步伐。你们2个性格不同，跟不上也很正常。其实我挺羡慕小小的，总是那样闪闪发光的样子。你这种性格很好，不用羡慕他。你住这儿啊？啊，对，谢谢董事长。不客气，再见。
往后拉点，往后拉点，往后拉点。骷髅接骷髅，往后点，往后点，往后拉点，一会儿都掉下去了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你打电话你也不接。来，往后拉点，往后拉点。来我一口。你这换岗啊，才加2000块钱，还天天加班，还不如不换岗呢。哎呦哎呦，哎，谁拉的这？吓死我了！小北，张小北，啊，我走了。你这不去哪儿啊？出差啊？再见。梅梅，吴飞，你站住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小北，我害怕。和你在一起的日子，一年就能看到80岁，太可怕了。离婚吧，保重。
小杜，小杜，我在。在悬崖边上走钢丝会有什么结果呀？在悬崖边走钢丝，如果是某点中文网，你有100%的概率会掉下悬崖，获得神功，开辟空间，得到随身老爷爷，遇到白富美，镇杀星际强者，走上人生新巅峰。如果是现实生活中，你有1半的概率会掉下悬崖，然后不停地坠落，再坠落，砰 ，game over。如果我成功的代价是让另一个人一直待在钢丝上，珍爱生命，远离悬崖，加油哦！我一直以为我再往上走一点，路就会越来越宽，然而并没有。我依然像个蝼蚁一样，被他们摁得死死的。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，我坚持的意义到底在哪儿。全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人和事。集团就像一个泥潭，我现在特别理解夏明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但是他的做法我也不认同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小小啊，爸爸这一辈子呢，就待在个小事业单位，经历的人啊、事啊都很有限。你现在走的呀，比爸爸远多了。所以我呢，也没什么人生的大道理可以告诉你。但是我知道，如果说地上扔着一个垃圾，我们首先要做的呀，就是把这个垃圾给捡起来，然后呢，再贴个告示：爱护环境，人人有责，而不是跟着人家一起扔垃圾。哎呀，现在很多人迷失了，看到地上扔着垃圾，就跟风一起扔。小小，你一定不是。我知道了，谢谢爸爸。小豆，我在。